Hello， 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困扰呢？面对肌肤的脱屑以及出油的问题，不知道平常的保养到底该怎么照顾，对皮肤才是最好的。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要来聊一聊脂漏性皮肤炎最正确的护理方式。很多有脂漏性皮肤炎的网友都会来询问我说，到底要怎么保养才会让脸上的脱屑以及头皮痒的问题解决？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来讨论一下，在保养上面，面对脂漏性皮肤炎，到底应该怎么做，才会让肌肤的负担最小，并且达到最好的护理效果。首先，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脂漏性皮肤炎的话，可以 Google 一下。那如果你的脸上有一些痒啊、发炎这种类似过敏的症状，并且最重要的是在眉心这个区块、眉毛的前段以及鼻翼两边，如果有出油并且脱屑的症状，那可能就要怀疑是不是脂漏性皮肤炎。但是也千万不要自己揣测自己就是脂漏性皮肤炎，应该要立刻去看医生，让医生告诉你这是否是确诊的疾病。而一旦你确诊是脂漏性皮肤炎之后，你的护理方式就跟一般只是出油量大的健康肌肤是不一样的保养方式哦。脂漏性皮肤炎呢，从护理上面来看，其实它是一种综合了过敏以及湿疹还有发炎这三个症状在脸上的表现。所以第一点要注意的是，因为脂漏性皮肤炎正在处于一个肌肤发炎的状态，所以在使用产品就要非常注意温和性，不可以使用像是一些比较激进的去角质产品，包括太酸的、太碱的，以及颗粒太粗糙的物理性去角质都不适用，不然对肌肤产生刺激之后，只会让发炎以及出油量变得更严重。如果正在脱皮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遇到脱皮的这种情形，就会很想用去角质把表面那层死皮给磨掉，但是这样子的情形对于脂漏性来讲是真的非常不友善的。第二点则是因为脂漏性皮肤炎的人出油量很大，所以很多人在清洁上面就会喜欢使用一些清洁力道比较强的洗面乳或者是肥皂来洗脸。事实上，高浓度的界面活性剂或者是过碱的肥皂皂基的这样子的成分，会让我们的肌肤暂时的不出油，但是可能在过了1个小时之后，或者是你睡一觉起来，你就会发现脸上的出油量怎么比平常还要多。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比较刺激的清洁产品已经对我们的肌肤造成更严重的刺激了。所以在清洁上面，脂漏性皮肤炎的人要特别注意，温和清洁很重要，一定要抛开加强清洁这个概念。第三点呢，则是脂漏性皮肤炎的人应该要避免使用一些高油含量的保湿产品，因为很多人会误会说，当开始肌肤出现脱皮了，就会按照传统的观念，应该要擦乳液乳霜来使水分给锁住。可是这样子的情形，对于脂漏性皮肤人而言是会比较麻烦的，因为脂漏性皮肤炎的人本来出油量就很大了，所以你的肌肤本来就会锁水了。这种情形呢，尤其是容易发生在如果你使用了过度强力的洗面乳，你就会洗完脸很干1个小时之内又不会出油，所以你就会觉得脸一定需要乳液乳霜。然而你又用了高油量含量的乳液乳霜之后，你的肌肤只会有更多的负担。因为等到1个小时之后，当你肌肤开始出油了，你油上加油，你一定会产生更严重的油性脱屑问题。所以使用温和不过度去油的清洁产品，才能够使我们后续的保养更平衡。而如果你的出油量真的很大，那么洗完脸之后使用精华液来补水就可以了。这边也要特别提醒一下，皮肤炎的患者在使用化妆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化妆水里面有时候会添加一些高挥发性的物质，比如像是酒精或者是多元醇。当你擦在脸上之后，它一挥发，甚至会把你表皮层中的水分给带走。所以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化妆水成分的人，我们会建议你最好不要使用化妆水，要补水直接用精华液就可以了。而如果接下来很快就出油了，就不用使用其他的锁水产品，让肌肤自己的油去锁水。而如果你是属于脸不太会出油的脂漏性皮肤炎患者的话，则是在上完补水产品之后，可以使用比较清爽的乳液来做一个锁水的动作，或者是直接使用凡士林也是可以的啦。再来最重要的则是皮肤炎的人一定要防晒做好，因为紫外线真的会让我们的肌肤发炎变得很剧烈，所以这点没什么好解释的，防晒非常重要。而因为脂漏性皮肤炎大部分都会发作在头皮上面，所以洗发精就相对的变得很重要了。一般来说，如果你有看医生并且有擦药的情况下，洗发精可以去挑选越温和越好的，不一定要是抗屑洗发精。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使用儿童用的洗发精，一来不会干扰药效，二来对于头皮的刺激非常的少。而一旦你头皮的脂漏性皮肤炎在治疗下面已经趋于平缓了，那么你要使用抗屑洗发精也有2点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第一个呢，则是在成分上面可以使用像是 ketoconazole 或者是 zinc pyrithione 这2种成分的洗发精。而根据许多医师的临床经验，会发现这2种成分的洗发精，当用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抗药性，所以最好交换使用。而交换的频率呢，大致上是1个礼拜换一个会比较好一点。我原本之前还会以为说，反正一个用到了快没有效了，再换另外一个。可是医生说，因为一旦某一个成分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再换回来就会没有什么太大的效用了。所以最好呢，就是在霉菌还没产生抗药性的前提之下，就1个礼拜的交换使用，长时间看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而最后呢，则是脂漏性皮肤炎，其实在中医理论上面是跟我们的胆经相关的，所以睡觉的时候要注意，大概在11点前尽量能够就寝。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也要在12点前尽量就寝，然后要睡满7个小时。对于脂漏性这种内因性的湿疹是的确有帮助的，并且平常的生活态度就不要焦躁，不要让情绪有太大的起伏。吃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有时候呢也可以按摩一下脸颊这2边，不管是对于情绪还是对于胆经的按摩都是有帮助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皮肤科医生是怎么看待脂漏性皮肤炎的治疗以及照顾。医生，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是脂漏性皮肤炎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在外观上面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的？很典型的症状。其实脂漏性皮肤炎它就也是一个过敏的问题啦，你就把它想象成这是过敏的问题，只是它这个过敏有它特定发的位置，它就是发在头皮上。那最常见的就是发际线的位置，发际线的部分，对，发际线或头顶上都可以。那它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头皮屑的症状。其实头皮屑它就是一个很轻微脂漏性皮肤炎的症状，只是如果不严重，它是不需要处理的。那除了头皮以外，脸也会有这样子？对对对，我们最常见大概有几个部位了。最常见的话是头皮，那再来譬如说像是眉毛内侧、鼻子两边的这个部分，耳朵后面，对，这是比较常见。那比较严重的话，甚至到前胸后背的这个位置，就是皮脂腺发达的位置。对，它因为它就是皮脂腺发达，再合并一个皮肤过敏。对，为什么会得到这样子的疾病？是因为我们脸上的细菌吗？还是因为我们体内器官出了什么问题？这样？其实大概跟器官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啦。不过，脂漏性皮肤炎它算是一个体质的问题。那有这个体质，就像我鼻子会过敏，可是我不见得随时随地我鼻子都会过敏，它会有一些诱发的因子。听到这个，那就跟遗传有关系吗？遗传有一点关联性，可是它跟环境的因素其实也很重要。就像你爸爸妈妈会过敏，你不见得是过敏儿。可是就算现在很多你爸爸妈妈不是过敏儿，生下来也很多是过敏儿。那不过它是不是唯一跟这个皮屑芽孢菌有关？这个也不一定，因为他们其实以前有做过科学的实验。科学实验就是我们正常人其实也有皮屑芽孢菌，脂漏性皮肤炎也有皮屑芽孢菌，只是正常人的皮屑芽孢菌就是数量少一点。可是脂漏性皮肤炎也没有多到说10几倍、几百倍，就只是多个将近1倍。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有意义呢？那当然它是有一点关联性，它就不是唯一的因素。那如果找医生了的话，医生会直接就是看到这状况会是以内服啊，还是以外用药的？通常我们就是给他一些，譬如说像是抗组织胺啊，会有一些擦的药膏，就控制一下症状。因为这种其实就是吃药、擦药，大部分都恢复的还蛮快的。那会用到类固醇之类的东西吗？类固醇吃的比较少，不太需要用到，可是擦的话大概都会要，因为它就是一个皮肤过敏发炎的问题。那过敏发炎，你头皮也很难擦乳液啊。对，真的。所以大概我们就是用药膏。那至于说要不要加上抗霉菌的药，通常就是如果它比较像是血有带黄的，比较油一点的话，那时候我可能就会考虑加一点抗霉菌的药。可是这个就不见得一定了。所以就是看每一个医师在临床上面的一个 case。对。另外就是说擦头的跟擦脸的用药又不太一样，对，因为类固醇有不同的强度嘛。对，因为我知道的是，像我们之前有些粉丝会问我，就是他头上的问题，但他慢慢的开始眉心或眉毛也脱皮，他就拿那个头皮的那个药来擦眉毛。通常是不行，因为我们类固醇有分不同的强度，那通常大概
脸要用比较温和的中效的或者是更弱效的。很多脸的用药跟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因为脸比较薄弱。这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千万不要拿其他部位的药品就是往脸上擦。病人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医师，我这个可不可以断根？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这辈子都可以早睡的话，应该就不太会发作。那个不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对啊，这现在人真的太难了。对啊，不过它其实除了晚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其实还有几个蛮常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感冒前后，感冒前后其实皮肤蛮容易出问题的。那再一个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像最近温差很大，对，尤其譬如说早上20几度，晚上就剩10几度，换季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发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譬如说，你坐飞机。有时差，这些，这个的话也会让你的生理时钟乱掉，这个也会。所以感觉上就是有点像是，当我们身体有一些环境压力出现的时候，会引起这个症状。简单来说，你人觉得累的时候，脂漏性皮肤炎就会找上我。对。所以现在它算是一种，就是你免疫力下降，对，你的疾病就会爆发。比较有趣的是，中医有一个叫做胆经的东西，就是我们通常说11点到1点要早点睡，其实那是胆经的循环的时间。那胆经循环的时间会在耳朵上面刚好会有循行，那你去看胆经的那个运行路线，刚好跟我们脂漏性皮肤炎好发的位置也很接近。对，然后沿着是发际线的这个部分。对，而且刚好就是它刚好也是你要睡觉的时间，因为11点到1点。的确，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就是晚睡的人，他的确脂漏性皮肤炎好发的几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就是有脂漏性皮肤炎的人，切记一定要早睡，11点前最好要睡。我个人觉得我很难办得到，所以我都跟病人讲说，至少睡满7个小时，然后12点前睡。这样子啊。对，那当然如果你能够11点前睡就更好，可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是现代人有点困难。的确真的蛮困难的。对，而且刚说到胆经，像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我妈妈都会敲腿这2次，因为这边也是胆经，可以预防坐骨神经痛。那我这样敲这个胆经，对脂漏性皮肤炎会有帮助吗？第一个是敲胆经对坐骨神经痛也没什么帮助。是一个就是古老的谣言，就对了。胆经的话，应该是因为胆经是走在侧面的部分。如果有人是说敲胆经要瘦身，那其实也不对，因为要瘦身，应该是这边有个叫做带脉的一个经络，那是要按摩这个地方。那坐骨神经的话，比较是跟膀胱经有关系。所以其实敲那个对坐骨神经也不是很有帮助。但你刚刚提到一个减肥，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已经有一点忽然觉得，我想听减肥下去。那我们下次来看一下就是减肥的部分哈。最后呢，脂漏性皮肤炎要注意的事项就列在这边，给大家有机会截个图。我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有些人脱皮啊，像是脂漏性皮肤炎脱皮，他们会去抠那些皮，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手剁掉？这么直接，原来如此啊！